春风若有莲花意，可否许我在少年？如何轻着描笔，入我梦中来。盘点 KPL 5大腕：第一，历史第一野王花海。蓝 FMVP 皮肤竹花归海，专门为他定制，首战5杀横空出世 ，KPL 历史上唯一一个打了个大满贯的野王，7冠2亚2 FMVP， 他就是以海之名横扫全场的花海。那年有个词儿说得非常好，打野的尽头是一片海，别人的介绍只有短短1句，他的介绍长达2分钟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隆重有请王者历史最强打野，王者历史唯一一位集亚运会、春季赛、夏季赛、秋季赛、冬季冠军杯、世界冠军杯及各大赛事冠军于一身的超级全满贯！2019 KPL 春季赛冠军，2019 KPL 年度最佳打野，2019 KPL 年度最佳新锐选手。我上一次看到这个场景还是对抗路的镜头 Fly 呢，而且念的都是大荣誉，小的压根儿没念。这个权威性不必多说，如果王者要牌面，就一定会拿出魏诺千九。但是如果要撑场面，那就不得不承认，花海就是最佳人选，狩猎之刃1追4。双龙在这里啊，最后一个2个全秒，2个人全杀，3连决胜4连超，把花也给带走了。首秀5杀横空出世，这好难说，直接点死这个关键 C 位，哇，什么东西啊？能一个一就能接上来，王道军几乎直接被秒啊！张飞手上有大招，但是逃开无敌剩3个人，内心一闪，公司站起来，速度超劲非常好，张飞这个大招真的有点姗姗来迟了，公司里3连绝世还在输出，4连超凡，最后一个人头在会不会是公司里的5连绝世？李元芳4杀极限首加，全死只剩1个人，李元芳出，猛禽不到打水晶，攻下一波兵阵，哇，花海，但是他面对的是3个点，3个，哇，最后一条，首战，哇，蓝绕后瞬秒双 C。其实从他宣布退役的时候，一直到现在0个人释怀。当时他就坐在那里，等着所有人都走了，他才离开。我本来还没什么感触，直到他用手拂过脸颊，原来你和我一样还没有走出来，站在曾经的体育馆看其他战队凌那金色雨，你也会怀念过去那个无所不能的自己吗？坚持确实很难，但放弃也绝不容易。7冠打野的荣誉史无前例，T1级别的水准仍旧保持，但也恰恰因为曾经是 T0，所以接受不了自己变 T1，下定决心的过程很痛苦。但是不管在哪里，罗思源都能闪闪发光。他是联盟历史上打野位置最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他不是前浪，他是丰碑。不管后浪怎么冲刷他曾经缔造的一项项记录，他都在那儿。就算被抹平，追 KPL 的也永远记得那座丰碑上曾经铭刻的每一个名字。祝君五运昌隆，愿君顶峰相见。第2位，顶级射手一诺，公孙离 FMVP 皮肤云诺千山专门为他定制，7冠5亚2 FMVP， 一张图上射手为夺冠历史记录都写着同一个人的名字，既是历史也是现役。一诺永远都是慕强 P， 在 KPL 的唯一答案。首届青训以状元身份横空出世，拿下最强边路时也不过才15岁，直接进了 BA2 队，打遍青训无敌手，让 SK 和9折2大魔王抢着要。带着拥有26连败黑历史的0冠俱乐部夺冠时，他才17岁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每逢天才的诞生，总会伴随着争议。本来第1个冠军之后会迎来这个少年的王朝，结果等来的却是此后漫长的遗憾。离冠军无数个一步之遥，却始终无法拥有。21年春季赛和 TTG 争夺最后一张决赛门票，可遗憾在巅峰对决落败。22年春季赛身体不适发烧，他坚持着说他想自己打，可结果却是他遭受了全部的恶意和嘲讽。比起一个神的诞生，人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天才的陨落。这个状态很危险啊！从我一个教练的角度来看，他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兄弟们！你从他的发言里面，你就看到他的没有自信。这元芳3连绝胜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拯救世界。都这样被喷了好久了，我已经无所谓了。
六哥玩命守护的并不是那座塔，他玩命守护的是一诺的将来。我的是吧23年的三皇时期，他一度被喷得连采访都不敢看一眼镜头，拘谨、彷徨、紧张、不安。那些年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想要打败 AG， 全局就针对一诺就行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不针对他，等他后期发育起来，是真气你头上输出。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那些热梗？团战可以输，一诺必须死，一诺祭天，法力无边。我拿痛苦当玩笑，可这一点也不好笑。大家总说现在一诺的技术秀得飞起，闪现、大招、位移用得风生水起，可我总觉得心酸。说实话 ，AG 的菲菲真的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老板。当时所有的人用至教练都要求下掉一诺，可菲菲硬是顶着所有的压力保下了一诺的首发，而一诺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用一个个金色的奖杯作为他的回答。这一路走来，队友变了又变，只剩下他还在原地。以前葛明你还说你打的是 AG 超玩会一诺，一旁人总会有人的，他不会是一个人，一诺永远不孤单。可后来他撞出城的时候，刚想激动跟旁边人说话，突然意识到什么，笑意也瞬间没了。或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嘛。他拿下9冠时，感谢着那些年没放弃的自己。发育路断层第一人，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役，永远是一诺，心怀荣耀，勇往直前。敬一往无前的你。今晚鸟巢夜空中最亮的星，他的 ID 是。第3位，最强中单法王青荣，西施 FMVP 皮肤游龙轻盈，专门为他定制。7冠2 FMVP， 火舞月高开4秒 C， 转下，直接转下，强强拔下下路高地，杀进去了，在那盘舞里面给脚下好了，4人直接射手倒。西施秒闪拉鱼一战成名，扛了，西施闪现拉到了切球，被秒了。青柔再次站出来了，干将莫耶高地瞬秒2人。8分钟，依然完全扛不住青柔的经济，已经6000经济了，我看下波节奏太快了。阿海被外面狙给框住，扛了防御塔一下子的伤害，但是回头这2剑只让一诺给放倒，青柔。姜子牙瞬秒满血百里守约，百里守约瞬狙加4枪全中，引得裁判检查他的手机。虽然中了花姐，但是这个弗洛斯林被花姐拿了，看这一狙了，很关键。哎呦，4狙全中。如果说野王转法王最成功的，那一定是青荣。玩了仅仅半年游戏，就以百胜花木兰就被选上 Hero 青训。17岁双冠双 FMVP， 18岁秋季赛世界冠军杯冠军，19岁统治 KPL 整整1年 ，KPL 最年轻的大满贯选手。21年、22年最佳中路，满身荣誉归来也才20岁。那年他身披对旗，满眼皆是敛不住的锋芒。论成绩，他不曾输过；论实力，他还站在这里。当然，现在的长生也非常厉害，但是2个人的巅峰期都在不同的年份。最早的时候，有句话是形容青荣的：中单各有所长，青荣举世无双。青荣后来有个采访说他的目标是什么，他说吃中线拿蓝 buff。我觉得吧，中路的愿望是吃中线，听懂的都要哭了吧。玩中路怕自己经济不够高，更怕自己经济最高，经济不高没伤害，经济最高这局就给了。KPL 的赛场上从来都不缺天才，当你侥幸跻身这个赛场，可当你抬头时，却突然发现御三家、天狼星4大天才将你压得喘不过来。18岁，你想着这么年轻的自己一定可以在赛场上打出自己的王朝，但19岁的青荣已经是大满贯了。大家拼尽全力引以为傲的巅峰赛分数，只是天才的基本操作罢了。第4位，对抗度最高的山 Fly。说起 Fly 的巅峰战绩，我上个视频有介绍过，8冠7 FMVP， 别人都是1个，好家伙，他一下子拿了7个，满屏地图放不下 Fly 的名场面。对于他来说，荣耀已经不重要了，为的是10年之约。从16年开始的看幽冥、仙阁夺冠，一直看到了现在。我主队只有2个，一个是 Cat， 一个是 Fly， 就很难受呀。当时 Fly 说自己拿不了冠军了，希望大家回去都拿冠军，我没机会了，你们加油！
把冠军拿到你们手上。这话放在2年前，打死我都不相信这是 Fly 会讲出的话。Fly 命也挺苦的。18年冠军杯夺冠之后 ，Cat 走了，刚夺完冠就拆了冠军班底。19年一整年自己拖着队伍走，21年被下首发，自己带2队打回首发6强。21世冠夺冠了有天才打野小胖，结果宝宝所打不了比赛。22年小胖归来拿了个冠军，22世冠一系列事被零封回家。23年春季赛无敌了一整个赛季，夺完冠翻搞走了，冠军班底又拆了，亚运会没选上，随后又被下了首发。24年去了 2W 峡，无数次到手的胜利，次次被翻盘，就这种心酸的感觉。如果他当时跟花海一样，拿完那几个冠军之后就退役，是不是就会像这样的意难平，真的应了那句春风若有莲花意，可否许我再少年。第5位，历史第一游走子阳，7冠1亚1FMVP。虽然现在大帅火的一批，但是坦白来讲，在游走位置上，历史获得冠军最多的便是子阳的7冠1FMVP。鬼谷子绕后神吸4个苏烈大闪神拍4控。过来看反打，苏烈过来一个大闪，拍到了4个人，来一波直接冲出来打了一波，小燕杰被打中了挥跃站起来之后瞬间倒，燕杰被打中了副甲之后被公孙把他给推了一下，燕杰也倒了。桑奇闪现神控逆风翻盘，也打满了。马超一枪收起来，再挨3个人，拍3个再接这个2技能风之刃接平 A 速点爆，花海复活站起来，另一侧想手持，而这个时候马超还在这，公孙烈又被拍起来了。鬼谷子越墙闪吸3个，虽然呀子阳的名气不如前几个耀眼，但在游走这个位置上他实至名归。子阳最拉的时候，大家都只说他颠了疯了，也没有一个说他是菜了的。